下面我们就请李思盘。李思盘，你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思盘，你以前做这个南方都市报调查记者，还在这个南方周末报系做编辑，在妇女议题上也是非常知名的记者和这个评论作者。那您现在在这个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我自己一直都特别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是重思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你能不能说一下，这个题目，我们这个题目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要重思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呢？其实是这样，就是在我想是13年吧，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为什么不支持女权主义？那么这个文章呢，其实是很意外的。我发现它，除了我自己，就是后来在一个书里面，关于叫中国特色的女权主义啊，就是一个文集里面有英文版，然后我还发现有另外的一个英文的网站把它翻译了，然后呢，我发现其实它是广为引用的，就是很奇怪，就是非常奇怪，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 peer review 的那种文章，但它几乎是我自己流传最广的文章之一。那其实呢，这个跟我自己个人经历是有关系的。对我说到，其实为什么想到这个，是我上次在 UCLA 做了一个讲座，然后呢，我没想到线上的听众就有林老师，然后林老师就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批评中国自由主义者，那你自己个人就是对自由主义怎么看？那我觉得其实就林老师这个问法呢，我当然肯定回答的是非常含糊的，因为这个是个非常太难回答的问题。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那一刻我想到了很多东西，就是说自由主义跟女权主义的故事，在这个10年当中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的。我应该其实在我写的时候，是12年写的。那么那个时候，其实自由主义在中国是一个主流。对，当时还有对吧？我们说的，我们好就是根本不需掩饰，就是说，比如说南方系呀，然后就是一些市场化报业，基本上它的倾向是自由主义的，对吧？还有就是大批的我们说的公共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啊。那个时候胡锡进。胡锡进是非常的在微博上被我们整天锤的，就是对，基本上是这样。但是今天他已经成为微博上最后的公知了。他最近被禁言了。那正说明这风水轮流转，就是连他都被禁言了。这说明这一点，对，所以这有点恍若隔世，对吧？对，那个时候我都惊呆了。在我写这个文章的前1年，就是一个是温州动车事件，就是全网就是掀起一种就是对政府的这种基于灾难性事件啊这样的一个问责。另外一个就是乌坎事件。那么乌坎事件呢，就是说也是全网围观一个村落的民主选举，这个就是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的一个高点。对，当然很快它就往下走了。那过了很多年，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自由主义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被系统性的就是清除出公共领域了。然后呢，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讲，以前，我经常遇到这种年轻人，他们会说10年以前他们开始上微博，所以他们受到的教育就是什么司法公正啊，什么死磕呀，就是什么民主选举啊，独立参选呀，然后什么一个高考啊，诸如此类的那些东西，那是成了他们的一个，就是他们自己观察社会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底色。但是现在呢，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比如说我的学生那一代人，对于他们来讲，这些东西都消失了。那大概是从13年开始。你说学生，我补充一下，你在那个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做过副教授，对，做过啊，做过。他们不必，我也不必为他们再负责啊。但是，好，对，
我们说到哪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就是我也经常遇到，就是你说的，就遇到很多年轻人，他们的启蒙是10年前，就是在微博当时的这种的公共知识分子非常的就是高潮的一个时期。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呢，现在他们会是怎么样的？那个时候，其实我就觉得，就是因为其实我是比较早，就是开始我们从一个小组，就是记者关注性别平等的小组，叫新媒体女性。那后来它也成了一个 NGO。那么我们是比较早，就是参与这个这样的一些民间的女权的行动的。那么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发现说，南方报业在很多事情上都很先进，比如他非常支持，他非常关注工人的权利，关注这个就是说我们说的这种身份上面的不平等的问题，还有就是这个限制警察权利，对吧？诸如此类的。但是呢，一旦到了性别议题，比如说2005年。那是反性骚扰第一次进入中国的法律，也就是2005年的妇女法的修订。然后南方都市报发出的一篇评论是性骚扰立法无厘头，我永远记得无厘头。对，什么意思呢？无厘头大家知道无厘头对吗？周星驰就说这是没有道理的，这个立法是毫无道理的。那这个当然是对我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就是我觉得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一种状况，但是突然有一个时刻，我说的这个倒转，突然有一个时刻，其实是铁链女的时候，铁链女的时候，当时微博上大家知道就是非常的热的一个讨论，但是我突然出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关于解决拐卖问题的一些解决方案，他们是认真的，大家还记得吗？就是说。这个解决方案就是我们要用行程码的方式管那些曾经发生过就是收买过被拐卖妇女的那些村庄的人，所有的人都给他行程码限制了，这样的话他们就身边有一个拐卖的，他们就必须要去举报。大家觉察出这有什么问题了吗？所以当时我当时写了一个，我非常感慨啊，因为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公共领域发生很大的变化，非常大的变化。所以我当时对不起，我自己写的东西我不记得了。我经常这样。对，但我觉得值得跟大家读一下，就是我说我觉得 COVID-19 这个深刻的改变了很多人头脑的设定，免于恐惧的权利含义不是扩展了，而是转移了。一切议题领域都可以成为宣布战时状态的理由，政府从问责的对象变成了唯一合法的行动者，而个人的自由和隐私几乎连可选项也不再是了。我甚至觉得普通人在这一点上可能表现得比较有基本法治意识的公务员（括号至少比公务员申论科目更急切）引号，人民真的已经学会自己逮捕自己引号。对，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的公共领域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这个女权的议题的这个意识是上升了、普及了，但是呢，我们关于人权的底线意识下降了。这是我觉得就这个故事要重新来讲的原因。对，好，很有意思。我看了你在思想上的那个，思想是台湾的一本杂志啊，大家也可以在估计飞地是可以订的。台北的飞地可以订，就你能简略的说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自由主义与女权主义，我觉得你那篇文章里面写的一些东西很有意思，你简略的说一下你之前的分析，就是为什么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者倾向于忽视或者排斥性别平等问题，而且那个是将这个性别议题觉得它不是政治议程的一个范畴，不属于这个范畴。我觉得这个跟前一段时间啊，就是我想是90年代，应该差不多到2013年。我为什么要说2013年？就是2013年南方周末事件，那就是说这个跟他们有关系的平台开始走下坡路了。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当然自由主义它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设定的问题，比如它的概念化，但是最重要的在于什么呢？就是说在中国传播的这个自由主义思想呢，它其实是比较古典的自由主义，比较古典的自由主义，而且这个呢，其实我觉得也不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是跟全世界对中国的这个变化的一种假设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只要我们把中国纳入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秩序，中国就会实现民主化。
所以呢，就是说这是一种非常右的，就是他是把就是经济的自由跟政治自由就直接划等号这样的一个，而且某种意义上它是比较接近我们说的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就neo 那个自由主义。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另外呢，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说这一群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男的，这是为什么我决定来，对，为什么我决定来上你的节目？因为你告诉我说你觉得必须有一个女的，除了你之外，对，我们下次搞一个都是女的，只有一个男的的。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就是2010年以前，我们在广州开始做一系列的这种公共活动，就像今天飞地做的很多东西啊，就是我们当时就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说广州的当时的那个公共空间是非常活跃的，但是呢几乎没有女性讲者，更不要说妇女议题，更不要说女权主义，所以我们决定。叫什么？我们说女权主义有个说法就是添加妇女，所以我今天添加妇女了。所以，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更多的是觉得，就是中国的这些知识分子呢，他们还是比较，就是说他们对自己可能拥有的那种男权的这种红利，其实是不太有自觉的。你叫他们说，你说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你称他们为缺乏自省的性别红利受益者。对，对。就是你可能说一下，就是说他为什么不属于，他们不认为他是政治范畴，还有就是说，你也说这些男性知识分子，他们存在一种这种传统父权文化的这样子的一种。对，就是好像很难的，我也发现，我也很惊讶的，就是尤其在 Me Too 呀，还有后面铁链女了，这是很多这种的男性的这种我们认为的公共知识分子，以前认为就是在政治观念上和我们很一致的人说出来的话，我就觉得啊，对，就是跟我们年龄差不多的记者，还有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其实他们在 Me Too 的时候都被Me Too 的很严重，就是我们认识的很多人都被Me Too 了，对不对？一方面呢，其实我是觉得很不忍，因为这些人你认识啊，对吧？你看到他们被示众，其实毕竟你认识他，对，但是你又觉得你没有办法给他辩护，对吧？因为他们认为就是这种性别的权利是他们应得的，他们并不是说啊，我觉得这个是错事，我一定要去做。其实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群体的无意识，某种意义上，对，他们为什么不认为这个是属于政治议程的范畴呢？因为他们的政治其实是一个比较狭义定义的政治，政治等于选举权。对吧？然后他不认为说就是经济与社会权利是政治，我说到为什么就是说是比较偏古典的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的现代发展才开始说，我们除了限制国家权利之外，我们还需要国家做更正确的事情，包括就是国家的就是说提供的这个福利制度，对吧？包括国家对一些弱势群体的照顾，包括国家还要创造一个环境包容就是多元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么这些东西都是现代自由主义的东西，但实际上在那个就是说在就我说的那个阶段的中国的这种大众，我应该说以大众媒体作为载体的这样的一种自由主义传播里面是不能就是不太出现的。比如说有一个人，左派自由主义者周保松，对，周保松就当时他在大陆也有一些连载的专栏之类的，但他在那个时候的微博上，他经常被骂毛左。对，就他们认为说，就是说平等是一个不成功的共产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议程，所以在中国呢，就是说我们说主要是要反左，对吧？就那个期间，所以呢，他们会觉得我们一提平等，那你不就回到毛时代了吗？那今天可能他们知道毛时代是这样的样子，对吧？对，那我还想说，就是距离你发表那篇文章10多年，2013年到现在，就中国实际上就是经历了很多啊，经历了 Me Too 运动，也经历了自由主义被围剿、被打击。你能给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这10多年，就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具体变化是有哪些吗？具体的变化呢，或者就是可能 contrast 一下，就是这种的大的这种的公民社会的变化和这个
可能女权有这个崛起的这样子一其实个势头。对我其实之前也有一些零散的文章有提到啊，就是说，我觉得是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它肯定这10年是自由主义的一个全面的败落，就是全面衰落，对吧？在公共领域，但是呢，就是女权主义的故事有点特殊，就是它是一个我说一个意外的女权主义的荣景。为什么呢？就是说，女权主义运动其实它是公民运动的一部分，公民权利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呢，就是因为有社交媒体这个东西，所以它在这个运动和组织本身被打压之后，实际上女权主义借助社交媒体的平台，它有一个繁荣，是一种我们说的文化上的这种大众化的这样的一个繁荣。那么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想说的是，自由主义它当然它的议程其实不太一样，它的议程更危险，就是我们说公民权利运动，它差不多从10年之后，对吧？就频繁的被打压。那他们其实聚焦的是什么呢？他们聚焦比较核心的、比较硬的政治议程。然后呢，女权主义诉求呢，就为什么女权主义会比较滞后一点？就是我说的是对它的这个就是限制，对吧？是比较偏后面的。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女权运动它主要的诉求还是一个经济跟社会权利，所以我说的政治权利是什么？可能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啊？可能有很多年轻的人，比如说当时的公民权利运动有哪些啊？比如说2010年的，十几家报社的联合社论，取消户籍制度。户籍制度，对。然后2011年乌坎事件，对吧？然后还有就是2011年有200多个全国各地200多个独立参选人参加县乡两级的这个就是独立参选，还有就是对，包括异地高考，就是说那些有那么多流动就业的家长，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平等的这个教育权。那个时候也是很热的题目。当然还有就是反酷刑，就死磕律师的反酷刑的行动。那这些当然是非常硬刚的，所以他们会比较早的被镇压。那我想说的就是说，女权运动它基本上还是跟这个公民权利运动它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对吧？那么在尤其是2012年以后，就是有我想说的是一个青年人参与的这样的一个以问责为导向的这样的一个女权运动。那其实他当时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这个跟现在的这个社交媒体很不一样。当时真正支持他们的，就是非常热情的去报道他们这些行动的，其实基本上是市场化媒体，就是我们说的传统媒体。所以呢，我不能说女权运动跟这个完全是没有关系，其实它是相互依存的。但是呢，因为这有一个时间差，对吧？然后另外这个意外的荣景是什么呢？意外的荣景其实指的是什么？就是，对公知的那个哈，就是因为微博变得太危险了，从2012年开始，微博实名制，然后呢，就是13、14年就是净网运动。然后那个，比如说一些典型的事件，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比如说500转，就是打击网络谣言，500转入刑。然后呢，还有就是薛蛮子的嫖娼事件，然后当然就慢慢的这些自由主义的公知都不讲话了，大家就不怎么说话了，不怎么说话呢，其实就是有大量的这些用户研究的数据表明，就是中年高等教育的男性在离开微博平台，其实到现在为止，就是说比较公开的公共的平台还是微博，尤其是关于这个时政的，对吧？那么对，当然也有，就是我们也知道，现在就说它是跟时事政治有关系，但实际上它可能只有1%的东西跟那个有关系，公共事务，对吧？大多数都是一些对公众号，对，所以它也很消费化了。所以呢，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微博跟你还记得吗？就是跟那个阿里巴巴的合作。跟淘宝的合作，对，这样一来就是说还有呢，就是当然还有微博的一些策略的调整了，就是它什么从商业化，对，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潘石屹一个人带1000万，就是微博在
1000万的粉丝，对吧？那他从这种大 V 变成了叫中小 V，就是什么美食博主啦，什么穿衣服博主啦，就类似这样子。那这样一来呢，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女性，他们进入这个平台。到现在为止，应该是90后达到了80%，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可能就是个位数了啊，就是这样子啊，对，对，我的微博已经不存在了。对，很多人对，就很多人，对，那我们能不能说一下，就是过去11年我们也是就是再说一下，就是经历了女权无姐妹、Me Too、白纸运动，就是也看到了，就是女性在这种社会议题和社会运动中扮演越来越突出的角色，就是很多时候扮演这个领导者的角色。我不知道我这么说就是准确不准确，你能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更多的说是自由主义的这种在中国被打压，但是好像女权主义它有一个空间这么起来了，然后还就是在这种很关键的时候，女性都站在了前面，我自己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个有关系，就是2017年，其实不仅仅2017年了，就是2015年，比如说709。这个人权律师的这个大抓捕，然后呢，还有一系列的公运组织它被取缔，然后呢，还有这个女权无姐妹，对吧？然后到了2017年的时候，就是境外组织管理法，那这个其实对这个公民社会组织是有一个我们叫什么，就是清理整顿这样的一个作用。那我觉得现在呢，就是说以前是一个光谱，就是说有特别体制内的。也有特别靠体制比较近的，也有一些就特别权力取向的这样的一些机构。但是现在呢，我就觉得它有了这个法律之后呢，它变成两极化了。一部分就是说，可见的、可控的社会组织，你可以登记，可以正式运营，然后呢有很多的规章就是约束你，然后基本上呢就是说你。接触公众，比如说你以前可能什么接受被报道啊，或者是你搞一个公开活动啊，那现在可能就要有很多的审批诸如此类的这样的一些程序。那另外呢，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就是说性别平等呢，它确确实实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境外资金，因为中国国内的很多的这种基金会其实没有这个意识啊，没有这个意识。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其实就是说，我想说的是，很多权力导向的不仅仅是女权啊。比如说工人运动，对吧？它很多的组织，它就只能是网络化了，那网络化的这个结构是什么？就以前是一个组织结构，就是我们说有一个可见的这种组织化的这种行动的时候呢，实际上中国的 NGO 它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领域，那很多的 NGO 的发起人，对吧？还有它的什么就理事会之类的，它都是体制内的，比如说学者。对吧？学者、记者，然后呢，甚至干部啊，诸如此类这些人。那我想就是说，这些已经成建制的领域里面，它其实是带来了，就是它有一个资源转移的作用。你带来了名望，对吧？你带来了社会关系网，你带来了就是一个可以传播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资源转移，那我们知道，我们中国社会就是在一个成建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它其实就是说，它是有一个老男孩的俱乐部的，大家都很明白这种感觉，对吧？就是说有很多的资源转移，很多的这种就是说你的这种向上流动的机会，其实都是因为男性之间的对吗？就是私相授受，不是私相授受，它是一个公开的，互相帮忙，对吧？因为大家平时都在一块儿嘛，对吗？就是它是一个非正式的网络。然后，如果你女生想上升，你就要进入老男人饭局，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我想说的是，当这个组织化的结构它消失了，它崩溃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很多的运动它转入了什么呢？就是说你很难说它是一个运动，它很多时候会进入一种亚文化的生活，是不是这样？就是它是一种社群，然后它可能带出基于一些兴趣和共同的生活方式，然后呢一些群体的这种对里面最重要的动能是相互信任。那这样的一个网络的维系。其实，如果从我们一般的这种社会性别规范来讲，女生可能更适合，因为这个需要大量的情感劳动，然后呢，还需要就是说你愿意服务于别人，然后你需要对别人的情感和生活的需求有比较敏感。
那这种情况，它不是一个现成的王位继承，对吧？就是男人俱乐部是有一个王位继承的，就是你有对，在之前其实是这样的，就是的，是的，组织化的 NGO 里面，你是有确定的薪酬，你有一个路径，你做了这个理事长，你可以到一个更大的基金会里面去做理事长，它是有一个明确路径的。那么这种情况会有男性参与，对吧？但是如果你当很多事情它变得，就是说你的职业前景已经不那么明确了，也没有特别好的报酬，也没有那么好的名望，没有王位可以继承，那这样的话呢，男人是要养家糊口的嘛，对吧？那他们可能就会离开这个领域，就像记者新闻，对，刚才想的一模一样的，这新闻今天留下的记者全都是一些喜欢写作的女的，对，是的，对，所以就是说，那没有王位可继承了，就没有办法选出一个长子。然后呢，这些社群呢，就像没有家长的家庭，没有人，也没有王位可继承，也没有长子。那这样女性的领导力就出来了，这是我的理解。我觉得这是一个运动结构的变化。我真的特别的同意，就是像白纸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很多的女性在前面，是吧？还有不管是在中国的还是在海外的很多组织者，包括我采访的不少的白纸的运动的参与者，还有就是现在在海外做很多社区的，不管是。我就不点名了，省得大家有麻烦。就发现，不管是我在纽约还是莱湾区这边，女性是多数啊，然后女性是主导，然后他们是跟我开玩笑说，我们这男性他们自己自嘲他们是那个DEI high， DEI， 对，他们是那个为了多样性，所以我也觉得就说。这些还是有一些风险的，为什么女性在这种时候就显得好像对这种风险的这个 tolerance，忍受度是要高一些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我觉得其实，我应该怎么讲呢？其实我觉得女生可能比男生更能处理这种风险，对，就是但具体的，因为有很多。风险的是跟相关的事件有关系的，对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承受风险的能力跟你对别人的信任是有关系的。也许这个可以解释，比如说我们说团队建设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背摔，对吗？就取决于你对你的团队的伙伴是不是足够信任。对，所以而且我当然你讲到可能是白纸里面的这种风险，但是我还有在海外组织这种社群呀，这个也是其实是有一些风险，因为共产党就是不喜欢中共不喜欢你任何的有组织的这样子的一种，不管是你那他们做的很多事在一起，他们做的很多事情都要匿名啊。然后我觉得这样我想可能有点不公平，但是我觉得就是男性的自我很难忍受隐姓埋名。是吗？对，解释一下。你再重复一下，男性的自我很难忍受。没有，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男孩子总是被要求，就是说要，光宗耀祖，对吧？你需要有一番大的作为，大的作为无论是名利二字嘛。那么如果你没有名望，你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你图什么呢？对吧？当然，我觉得呢，其实他这样有一个排除的作用，然后最后呢，不是说没有男性。留在这里的男性呢，他就是我说留在这种就是扁平化的这种网络里面的男性，他可能他扮演的更多的是支持者，而不是领导者的角色。那支持者而不是领导者的角色的话呢，实际上他就只能吸引那些对世俗的这种功利不是太感兴趣的边缘，不另类啊，对吧？另类男性，就是说他们，所以我说，包括那个了，就是包括比如生理性别男性，但是他可能是就是性少数群体，对吧？也有一些就是说他就是大直男，但是他对那些传统的我们认为男人应该有的东西，他不是很感兴趣。比如说就是跟黄海晴一起。
对，背叛型的王建斌，对吧？他就属于这种，对，就不是 alpha 男，是 beta 男这样子的。对，你看你的名词，对。有一种说法吧，就是说中国正在经历去自由主义的公共空间的女权大众化，这个有点那个，你能不能说一下？就是因为有一些民族主义或者我们说粉红，你这两个就是说粉红和女权是相悖的身份吗？还是他们可以共存的？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一个人是女权主义者的话，就是他很难没有批判性思考啊，对吧？他应该是对我们说权利利益的利和权利力量的力，他其实应该是更敏感的，对吧？他不可能毫无批判性。在这个意义上呢，我不太觉得粉红跟女权是可以共通的，因为我们通常定义的粉红就是无原则的支持某一种原则，对吧？但是我想说的是，粉红的这样的一种那个呢，就是我更多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性的事件，就是结构性的现象。这现象是什么呢？就是当平台变得它的审查变得越来越多，对吧？然后你希望继续留在那儿讲话，然后你甚至还有一些就是跟女权有关系的一些号，其实它是有一些商业的那个考量的。那你要持续的运营下去，那其实你是需要交一些话语税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更多的是觉得，因为有些时候当这个控制的力量变小的时候，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批判性的女权的声音就会起来，就是日常你会觉得说大家都在讨论什么彩礼问题呀，对吧？然后当然比较多的是那个就是我们说的性侵害啊，然后这种就是婚姻家庭财产里面的不平等啊，这些当然很重要，但是他们不会去触碰大的一些问题，但是遇到一些危机时刻，其实批判性的声音就会起来，在同样的平台上，比如说有一个例子就是，大家记得江山娇吗？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说，粉红了很久的，但是它只要出现，其实就当时是几乎是一个用户，他问了50个问题。就是江山娇你来月经吗？对吧？对。然后你可以上桌吃饭吗？你可以那个什么吗？那当然大家知道江山娇是就是共青团中央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的偶像啊。那么我觉得其实所以我不太认为真的有那么粉红的女权，就是它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更多的是一种自学成才的女权主义。自学成才的女权主义。对，所以呢，你会发现说上野千鹤子，她实际上是在上野老师很有意思啊，就是她在女权运动比较活跃的时候，她几乎没什么人知道她，但是等到就是说女权运动被镇压掉了，然后就是说微博女权起来了之后，她就基本上是出一本书就在中国就可以出一本。对，我觉得上野千鹤子的这个现象真的是特别有意思，是吧？对，你还说他是被 Time Magazine 是吧？时代周刊。这是另外一个朋友说的。另外一个朋友说的。说他评成什么全球多少大人物，就是因为他在中国的影响力。对，中国的影响力真的是太有意思了。就是他，因为他是中国女权的嘴替，是吧？嘴替，然后是最好的自学教材。对，是。那我们现在问一下问题，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李思盘老师，你怎么看待许多中国女权主义者因为没有公民运动的空间和手段，而只能把自己的身体和生活当作手段，比如不婚不育的抗争方式？你认为这种方式有效吗？值得吗？这种近似，这个太就反正就是这种的非常决绝的一种抗争方式，和女权主义中认为应该为更多女性赋权和提供更多自由的目标，就是怎么来 reconcile？我觉得就是个人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生孩子也好，不生孩子，这都是他个人自由，对吧？都是他的个人自由。但是问题是，就是我知道这个朋友在问什么，就是在现在微博平台上，就是有很多不婚不育的女权主义者不断的攻击结婚的女性，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不仅仅是线上的一种攻击，还有线下的。前段时间有
有一个朋友说他去讲座，然后在一群女权主义者中间，有人就直接说，你妈妈就不应该生那么多孩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不礼貌的，这是非常然后我们想每个人都可以自主的做出自己的决定，不管你生孩子或者不生孩子，对吧？对对。还有就是还有一个，我补充一句，我觉得只攻击女性的女权主义不是女权主义。对，是。还有一个问题说，你怎么看待中国女权主义行动者的空间不断受到压缩？很多机构和个人想要做很多落地的事情，都不得不和官方合作的现状。或者说退一步说，你有观察到这个现象吗？我觉得这是必然的，这是必然的。但是，我觉得这是如果他们能够继续存在下去，跟官方合作。然后呢，还可以照顾到他们的那样的一个社群，我觉得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的，只是不要干脏活就好了。我不知道脏活是什么，但是对，我就是说做对的事儿，对不对？做对的事儿，就算很难，做对的事情。对对，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可能也私下讨论过，就比如说你怎么看待就是白纸之后这种海外年轻民主运动参与者与这个6·4一代民运人士在女权性别议题上的分化和冲突？从我个人来讲呢，我是一个回避冲突的人，就是我不喜欢吵架，我也不喜欢看到自己的朋友吵架。那我觉得其实。但是首先我要说的是，就是说民运圈子，他们要意识到，就是说作为上一代或者是上2代，他们的这些民主运动的参与者，应该要意识到，就是说之前运动议程里面的缺失，就我说的，就包括对女权议题的这种缺失。另外呢，我觉得也要正视一些具体的事件里面的个人责任，对吧？但是呢，我觉得年轻的一代呢，其实也应该有跟上一代有更多的沟通，因为我觉得为什么？就是说，伊恩·钟斯那本书里面他引用了，他说就是中国人是隔10年就失忆一次的，就是我们要把记忆连接起来。对，就星火那本书我们也做过。对。我问一个问题是，昨天有一个朋友问我的说，为什么要这么强调女权？这可能是一个很多中国男性都会问的问题。那位朋友可能今天也在，所以你给他一个好点的回答。为什么要那样强调女权？对，这个事情让它自然而然的发生不就好了吗？我觉得女权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强调，可能我们今天觉得就对，我想但之前有很多说法，对吧？就是说包括美国的这个大法官到底有多少个才是真正的平等，对吗？然后其实现在大家看这个就是性别平等的指数，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它达到了真正的平等。那所以这个问题的前提好像是不存在的。然后对我刚才其实想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就女权主义必然是会越来越重要的。如果它不重要，那这样的一个民主运动就会被抛弃。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女性是可能成为就是说一个社会的改变的力量的，因为今天中国就是女性受教育，就是所有年龄段的一个平均的值，就是年限是超过男性的。但是女性在这个就业结构里面，她其实是属于中下层，并且女性的这个劳动收入和财产收入，其实最近一次的调查是不公布了。之前的调查是青年失业一样。对，就不公布了。所以我想说的是，这么大的一个不公平，其实我觉得是很多女性她的批判性的发展的开始。然后我觉得女权主义的觉醒，我自己接触自己学生，我会觉得说，为什么女权可能你们看到年轻人被强调，因为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在我们现在其实高等教育是严重的这种我们说阶层固化的，对吧？年轻人接触不到太多其他的跟他们生活不一样的人，那么性别不平等是他们接受的第一个社会不平等。然后这个性别的觉醒其实是他们的这个整个的政治觉醒的一部分。然后在这之前呢，就是我说 Me Too 里面的这种女性的动员，
还有就是在我们说的新冠疫情里面的女性互助，这些东西都加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效能感，让他们觉得就是公共事务是跟自己有关系的。所以我想说的这种批判性跟行动力是必然会让女性在这个将来的这个我们说中国的政治跟社会的变革里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的，这一点是必须要正视的。对对，还有就很多问题啊，都提得特别好。我觉得我们听众的这个提的问题真的是非常好。就是说，他还说，就是说您认为就是中国女性的这个你怎么看？就中国女性地位逐渐下降的问题？就比如说像70年代、80年代这一代女性参与劳动的比例比95后、00后要高，而且可能就是在这种的职业生涯、职场上，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还是比较多、更多的可能更多机会。你认为未来会有所改变吗？70后、80后，这个有数据支持吗？没有数据支持，但是我认为好像是有的，反正。总之就是说，我觉得后来就是对，就是好像要回归家庭，你最成功的就是嫁一个老公，嫁一个好的，不用去上班，好像是至少一度成为一个可以值得去炫耀的事情。我觉得其实还是跟我们说的这种就是分配的不公有关系的。我曾经说，我不知道有没有说过这个事情，就是有一次我也是帮一个朋友去录他们的视频，但他们就问了很多其实我不是很愿意回答的那种私人问题，但是因为是朋友我就回答了。然后他们是抖音的，我自己都为了这个事情我专门去下载了抖音，然后这个非常有意思，非常有趣。就其中我说到一句话，我就说说结婚嘛，我说我肯定是不需要一个男人给我经济支持的，我自己可以啊。这不是非常普通的一句话吗？下面有几百个评论，就说我好羡慕这个姐姐。那说明什么？那说明是大家收入太低了嘛，不公平嘛，并不是说女性就自己愿意被别人养着，不是这样的。然后你要知道，被别人养着也不是养着，要做很多工作的。对呀，在家养孩子是最累的一件事情。是的，对，但是你会觉得对一些女性你会怎么说呢？就是年轻的女性的，我觉得我们很多听众都是比较年轻的，就是永远不要，我觉得要保持自己的判断力。好，我再挑一下这种的还有一个人的问题，也是大家经常网络上会问的，就说，请问李老师，中国女权的发展怎么避免陷入搞男女对立的污名化的陷阱？就每次一提女权，就是你们在搞男女对立，你们太极端，就经常会这样。我其实觉得，其实男女对立也是我说的这个，就是其实是女权运动，就是这个组织不存在了。然后呢，我觉得之前的那种，就说政策的这种渠道，或者说一些我们以前曾经一度出现的这种沟通的可能性不存在了之后，就说它。其实讨论来讨论去，大家都在社交媒体上吵架。其实我觉得所谓的男女对立是社交媒体带来的一种极化的效果，但是它并不是真正的，为什么呢？就是说，举个例子啊，就是之前2012年到2013年，就是高考的提前批，男生比女生要低几十分。那这个情况，那就有很多女青年就在那剃光头，然后是问教育部说，你们说特殊专业其实都是一些军警类的专业嘛，对吧？因为有这个需求，所以就必须女生要分数更高之类的。那之后呢，他们去游说人大代表，然后呢把这个事情送上了2013年的全国两会。然后记者在部长通道去堵住了教育部长，教育部长只好说，以后我们会减少特殊专业，我们尽量让女生那个。那这是一个沟通的过程。那当这些渠道存在的时候，我们针对的是男性吗？对吧？我们针对的是一个政策目标呀。对，所以这是我的回答。好，我还想我自己问一个问题吧，就说前几天是应该人大吧？前2周这个人大的有一位教授，他因为被他的那个女学生举报，然后
人大就很快就把他开除了。就说，我们能说一下，就说我不知道，就是这个例子能不能够足以说明，就说中国可能虽然 Me Too 也被打压，虽然女权运动也被打压，但是这些运动还是带来了一些实质性的这种社会的进步呢？我觉得是带来了一些进步了，就是其实人大这个事情呢，就想起我们2014年厦大是一模一样的事件那么当时厦大我是做了整个的倡导的行动的全程的，那么最后结果如何？你最后结果是最后结果就是教育部出了一条叫师德红旗条，师德红旗条，那也是师德红旗条，就是高校的教师必须要守师德，其实它是放到一个老师的德性。对，当时我们也说了，其实不应该是师德了，就是你是一个具体的机制，你要教育预防，对吧？然后你要有投诉渠道，你要有调查机制，你要有最后的处罚的一些规定，但是这个是没有。就当时没有做到，当时就是一个师德红旗条，但是呢，就是说其实在整个的过程里面还是有很多进步，比如说2016年这个反家暴法的立法，然后呢，还有就是2019年就是性骚扰，这也是Me Too运动的影响，性骚扰终于成为一个可以在法庭上用的独立案由，独立案由。然后21年的那个民法就做出了更明确的一个规定，就是它给了它一个明确的定义。以前2005年的这个妇女权利保障法里面是没有定义的，就有性骚扰这个词儿，没有性骚扰的定义。然后呢，这个让我想一下，就是民法里面既有这个具体的定义，它也有一个就是说雇主责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定。对，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进步还是有的。但是这个进步其实是靠争取的，你不能说对，就是如果你不去争取，可能现在的结果不是这个样子。对。那你能给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女权主义跟自由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觉得就是自由主义，它其实就是说女权主义跟自由主义，他们分享共同的价值，那就是自由、平等跟权利，对吧？那么我觉得就是说，政治自由主义它的一些基本的规则，它其实就是中国政治的这个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规则。我觉得也许今天我们在全球我们看到自由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衰落啊，什么新的威权主义这样的一个崛起，对吧？但是问题就是在于说，其实现代化的政治秩序它的基础就是自由主义。然后自由主义，如果我们觉得女权是重要的，那么我们一定要保证女性她可以说出来，对吧？我们需要言论自由，然后女性她可以被看见，然后呢，她有政治参与的权利，她能够参与关于自己权利的这种就是就是这个讨论。另外呢，我们需要有恰当的程序，让女权的议题它进入政策立法，然后呢，能够进入这个资源的再分配。那这些东西就离不开我们说的自由主义的一些原则的保证的。好，说的真好。谢谢思潘。